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宏，今天想分享2024年10月份的最新游戏推荐。在当今的游戏行业，重置版俗称超人饭已不再是什么稀有现象，厂商不断为新老玩家推出升级体验、复刻经典、换新呈现。这个月还特别多，甚至有越来越多的游戏直接干脆以原名重回市场，凸显游戏内容不只是简单的复刻，而是对游戏的全面改造，赋予经典游戏现代感，历久弥新的体验。那么我们开始吧。首先，直到黎明由 Ballistimo 重制至 PS4 独占的互动式电影恐怖游戏，讲述8名朋友从防疫座与世隔绝的山中小屋。1年前，他们有2名朋友在此失踪，至今仍杳无音信。这次他们到此的隐居曙光，同样成了一场难以逃脱的噩梦。使用 Unreal Engine 5重新打造出令人惊艳的画面，透过电影式摄影技术、精致的游戏机制等强化，重新修订了叙述元素、整体故事的样貌、流程和情感力道，切实传达所想传达的内容。固定镜头也换成了第三人称视角，任何后续效应都会因你的道德、反应力和敏捷思维影响。想办法在极短的瞬间做出攸关生死的决定。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5 以及 PC 平台，支援当日游玩且支持中文。沉默之丘2由 Bulletin SA 进行重置的经典恐怖冒险游戏，取自2001年发售的同名作品。故事始于詹姆斯收到过世妻子的来信后，不由自主的冒险前往沉默之丘这座废弃的小镇，寻找线索，查明为何自己会收到这封不可能收到的信。如同刚刚介绍的直到黎明，本作也采用了 Unreal Engine 5带来全新的影像技术，同样改为过肩视角体验詹姆斯亲眼看到的一切，探索重置版中无数的全新环境，面对笼罩在浓雾之中的怪兽，享受更有临场感且肾上腺素爆发的战斗过程。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5 以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七龙珠电光炸裂肌肉由 Spychunsoft 开发的动作格斗游戏，本作的剧情方面会以情节战斗的游戏模式为引导，可从8位角色的视角体验原作的魅力。这8位角色分别是悟空、贝吉塔、午饭、比克、未来特南克斯、弗利扎、黑悟空以及吉年。各角色的故事长度都各不相同，最短的是吉年的弟子大会篇，最长则是悟空从七龙珠 Z 与拉弟子战斗至弟子大会篇结束，没有再比较他们的长短，以各角色进行独特体验。在此，最为特色的模式会是自定战斗，除了一般认知的设定场景条件，该游戏还能自行设定镜头，如战斗前后的镜头场景，或是打倒一名对手就会出现镜头等。游戏规则可以设定得很有趣，试着创造属于自己的游戏规则，且分享给全世界的玩家试试看。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5、Xbox Series SA 及 Steam 平台，支援本地以及线上双人游玩，支持中文。暗域幻想与 Fantango 由 Atlus 开发的奇幻 RPG， 是 Atlus 迎接35周年汇集创作现代故事的丰富经验，新尝试以及集大成挑战了全新幻想故事。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尤克诺尼亚王国，因王子与国王遭到暗杀时，王国失去统治者，陷入动荡不安的局势，而主角便是王子从小到大的好友。为了查询王子的死亡诅咒，展开旅程。战斗方面采用了崭新的战斗系统，速战与小对战，动作爽快的速战称为小对战的指定战斗。在战场上，透过妖精伙伴加利卡可以判别敌人的强度，对于强度较低的敌人可以直接打倒。如果是第一次对战或是强度比我方高的敌人，则可以通过战场先让对方晕厥，再以指定战斗进行战斗，让战局对我方有利。除此之外，还包含原型的觉醒能力等其他各式各样丰富的内容，这边我就不叙述太多啦。游戏现已发售，登录 PS4、PS5、Xbox Series SA 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超级马里奥派对空前盛会由 Nintendo Q 开发的派对游戏，从双路游戏和小游戏的岛屿至可体验体感游戏的岛屿，甚至还有全新的20人线上竞技，与全世界的人竞争。双路游戏是历代继承至今的传统模式，4人对战，收集最多星星的玩家获胜。这次收录了7款棋盘，5个全新的区域，另外2个则是重置过来的地图。
其中3个要达成特定条件才能结束。小游戏在这次则多达100车种，且大部分游戏都还可以自行选择要使用体感还是按键，随玩家的习惯进行更改。与全世界的人竞技及合作的库巴挑战则有2种模式。库巴竞技是线上与20人竞争的比赛，透过小游戏收集金币，并根据获得的金币数量前进赛道，看看谁能率先到达终点。另外一个库巴破坏者为大家同心协力击倒巨大库巴的8人游戏，协力收集炸弹，利用炮火打倒假库巴，在5回合内消减其体力，获得胜利。游戏将于11月17日发售 ，Switch 独占，支援本地4人以及线上20人游玩，支持中文。无名九死觉醒，由 Reflected Entertainment 开发的第3人称叙述动作冒险游戏。女演员安雅夏龙莎生动呈现汉鲁娜。汉鲁娜的独特之处在于她与叠合界的共鸣，在她导师的指导下，她学会了控制与叠合界的连接，赋予了她令人难以置信的力量，而这也使她成为自称月生神的分裂势力视为目标。汉鲁娜的战斗方式拥有多种不同的方法，简单的物理攻击，悄无声息地将其击倒，通过掌握叠合界短暂控制目标身体，设置一系列毁灭性的击垮，环游世上众多极其神秘的地点，揭开无名九死宇宙中心的秘密。游戏将于11月18日发售，登陆 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及 Steam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繁体中文。No More Room in Hell 2由 Liva Games 开发的8人合作动作恐怖游戏，与 Left 4 Dead 十分相似，不过在这广大的地图上，8位玩家会出生在不同的地点。运用近几年线上多人游戏很红的随距离和环境而改变声音大小等因子的语音系统，让你身临其境，从孤独一人渐渐找到伙伴，组成一支装备完整的队伍。僵尸对声音非常敏感，有时可以利用汽车警报器引开他们，让他们走进带有利齿的陷阱，或者是直接炸他们。时刻警惕，危机永远存在，因为这是一款带有永久死亡机制的合作游戏。游戏将于11月22日发售抢先体验，登陆 Steam 以及 Epic Games， 支援线上8人游玩且支持简体中文。复活邪神2：七英雄的复仇由 Square Enix 以及 Sin Incorporated 共同重制的经典角色扮演游戏。恐怖魔物的肆虐，各国争霸的战乱不息的世界，人们在混乱之中期待着拯救世界的所谓七英雄的传说。事实上，袭击了帝国首都以及帝国继承人的性命。历代皇帝为了要向强大的七英雄复仇，将自己的力量与记忆传承给继承人，引发长达1000年之久的战斗。本作作为完全重制版，将角色、背景、城镇与迷宫进行了3D 图像化，且过场事件支援全语音，实现了角色更加丰富的表现。游戏中会有30种以上的职业登场，由各行各业和各种种族构成，每个职业的状态和擅长的武器、法术都有所不同。撕裂传统的散物阵型以适应现代 RPG 的需求，也进行了重新设计，可视化散物的可能性和弱点，以及改进了行动顺序制和在本作算新要素的粘鞋技能，将左右战况。游戏将于11月24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PS5，Steam 会迟1天发售，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索尼克下课4代重启，由 Sonic Team 开发的高速动作冒险游戏。黑暗英雄夏特失忆奔驰的完全新作夏特4代，还有追加新要素并能在各种关卡享受竞速的索尼克4代。2部作品结合为4代重启，在其中一个世界，经典索尼克和现代索尼克因时空扭曲而相遇，为了恢复被神秘怪物时间侵蚀者破坏的世界秩序，他们将携手拯救受困的伙伴们。另外一个世界只有被邪恶超级神秘体黑暗莫勒盯上的黑色刺猬夏特，他在本作中能够使用被称作莫勒之力的未知能力，这些新力量会随着游戏的进展不断增加，以施展各式各样的特殊才能，活用这些力量在各种关卡中音速冲刺。12月会推出与电影合作的 DLC 哟。游戏将于11月25日发售，登陆 Switch、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人中之龙集由人中之龙工作室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本次开创系列先河登陆 Nintendo Switch。
故事起于1995年，在充满欲望与暴力的东京审视厅，桐生一马为了心爱的女人背上了杀害老大的污名，经历10年的刑期。出来以后，等待他的却是习的组织成员的敌意，且遇上一位价值100亿的少女，从此开始始料未及的旅程。以操作简单、人人都能轻松畅玩的爽快动作为概念，游戏团队一直以来致力打造仿真干架，可自由切换4种战斗风格，如基本型的流氓、速度型的快攻手、力量型的火爆浪子，以及究极风格藤岛之龙，还有绝不能错过的小游戏。尽情享受桐生一马的精彩人生。游戏将于10月25日发售，跟人中之龙真人影集同时上线，登陆 Switch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繁体中文。决胜时刻黑色行动6由 Treya 以及 Reversal Wave 共同开发的间谍动作惊悚游戏，讲述被迫背叛、被自己曾为之效力的军事追捕的情节，震撼的动作场面，紧张刺激的抢劫任务，峰回路转、不受交战规则约束的战斗，就是经典的黑色行动。多人游戏发行时会推出16张新地图，包含12张核心6对6地图，4张可2对2或6对6游玩的空袭地图。最为经典的在于玩家最爱的回合制僵尸模式。该模式发行时只有2张地图能够与僵尸交战，往后还可以期待更多刺激的地图以及多人游戏和僵尸模式的开创性游戏体验。游戏将于10月25日发售，登陆 PS4、PS5、Xbox One、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首发 HGP， 支援单人以及线上多人游玩，支持中文。最后，奇异人生双手曝光，由 Dead Night Games 开发的一款冒险游戏。主角小麦是就职于卡利登大学的一名摄影老师，在目睹好友沙菲的死之后，他开始试图使用他隔世多年的超能力来倒转时间，但这个能力却反而打开了通往平行时空的通道，展开了在2条时间线里查出好友被杀的真相。使用小麦的新力量，随时窥探另一个世界，能够清晰地对比出2条世界线的差异。偶尔还需要帮忙身边的人解开谜题，说服某个角色承担自己的秘密，从另一条时间线取得想要的东西。当这个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时，这也意味着他陷入了更大的危机。好友的命运以及2条时间线的走向都掌握在他的手中。游戏将于10月30日发售，登陆 PS5、Xbox Series S 及 PC 平台，支援单人游玩且支持中文。接下来游戏快报，首先《刀剑神域：吹梦边境》由 Disk Corporation 开发的多人共斗多作游戏，拥有可以享受原创故事的离线专用模式，以及专为20人设计的线上模式，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伙伴一起挑战强大的敌人。欧罗巴由 Helldebito 与 Moados Entertainment 开发的开放世界冒险游戏，原定于4月发售，经过延期后终于在这个月上市。扮演机器人探索答案，发现最后一个幸存人类的故事。Niwa由 Nomada Studio 开发的动作冒险游戏，是广受好评的 Grease 制作团队所推出的最新幻想力作。与白兰一起在迅速消失的世界里展开精彩冒险。蝙蝠侠、阿卡汉之影由 Damofly 开发的 VR 动作冒险游戏，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沉浸于高谭市的黑暗面，打击恶名昭彰的罪犯。Metacryst 独占冒险家亚曼达2由芒格迪莫 Games 开发的以儿童卡通为主题的恐怖游戏，承接第1代的故事。自从在阁楼看到神秘的录像带的内容后，主角 Riley Park 将进一步前往 Castile 公共图书馆展开调查。三国志8 Remake 由光荣库特摩开发的经典历史模拟游戏，进行了大规模重置，献上最多武将、最多剧本的三国志系列中武将演绎的巅峰之作。Card and Seal 天穹卡牌路由 Indie Creates 开发的卡牌战斗 RPG， 探索电脑世界中的迷宫，活用超过300种卡牌以及50首歌曲来展开一连串搏斗。女鬼桥2失魂路由大云资讯开发的第一人称悬疑恐怖冒险游戏，女鬼桥系列第2作登陆主机平台。顺带一提，同样由大云资讯开发的电影改编游戏咒已推出试玩版。Rainbow 由 Motion Twin 开发的益智杀人的高速 roguelike 动作游戏，荣获2018年 TGA 最佳动作游戏以及最佳独立游戏的死亡细胞团队的最新作。鼓起勇气迎战漩涡，向更伟大的目标勇往直前。地平线零之曙光重置版由 Guerrilla Games 以及 Nemesis Software 共同进行重置的动作角色扮演游戏。PlayStation 在一项一直在移植的典范，难以相信有人会真的想买。
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这个11月你最期待哪款游戏呢？或是有我在影片中没有提到的，都欢迎在下方留言。喜欢的话记得订阅、按赞、分享，支持小弟我。下个影片见，拜拜。I told you, man. I trust you. This time